强劲的东北季风夹着冷冽的空气，吹袭着澎湖群岛。澎湖的居民已经度过无数个这样寒风刺骨的冬天，也锻炼出跟东北季风共处之道。菜宅是其中之一。菜宅就是没有屋顶，只有墙壁保护蔬菜的房子。澎湖先民利用在地的珊瑚礁石堆砌成墙，抵御强风。但是，这些超过100年历史的农业地景正在快速地消失中。张永杰，澎湖人，一位专业的人文摄影家，曾经3度获得摄影金鼎奖。菜宅是他近期记录的对象。这些逐渐被破坏废弃的菜宅，却见证了澎湖先民在严酷的环境中艰辛开垦。他希望为澎湖留下一些记录。在冬季农历7月以后，就是东北季风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生活在这种风的考验里。那这个还不够，在夏天的时候还有好几个台风要来考验你。你对抗风需要一种智慧，才能够在这岛屿生存。所以我越来越觉得，生活在这一片岛屿的先民，他们真的是全世界最有耐力，然后最有智慧的一群人哈。退潮后的澎湖赤坎海岸，穿着密不透风的渔民忍耐着呼啸而来的北风，在短暂的退潮空隙中快速地捡拾海螺。张永杰说，没有东北季风，澎湖就不是澎湖，要活在东北季风里才像个澎湖人。10年前，张永杰离开了在台湾一帆风顺的工作，回到澎湖，因为他不忍看到故乡的环境被漫无止境的开发，传统的价值逐渐在经济的利益中消沉。10年来，他在报纸与杂志上撰写专栏并出版书籍。他希望用他的文字与摄影，让大家重新认识传统的生活智慧如何与大自然共存。你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开始去发掘这些传统中的这些智慧与美感之后，它将来势必成为一个力量，所以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像类似我们这种桥梁的这样的工作者，再多投注，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澎湖人的最珍贵的骄傲是什么。在张永杰的第1本书里所提到的赤坎村采紫菜的活动，就保有了这种骄傲。澎湖白沙乡赤坎村是一个有2000人的渔村，龙德宫坐落在村内最主要的位置，是村民的信仰中心，也是负责冬季采紫菜传统的推动者与守护者。这项传统已经持续了200多年。赤坎村采紫菜的地点就在赤坎村北边一个无人岛姑婆屿，乘船大约30分钟。张永杰将要跟着龙德宫管理委员会的理事张宪聪一同登岛，观察今年姑婆屿紫菜生长的情形。张宪聪可以说是采紫菜活动的司令官。姑婆屿主要是由玄武岩形成，退潮的时候大约有0.4平方公里，是澎湖最大的无人岛。这里是台湾唯一的天然紫菜保护区，每年野生紫菜的产量大约有12000斤。姑婆屿的紫菜在大自然极为巧妙的安排下才能生长。紫菜一定要能吹到东北季风，天气越冷越好，不要太阳，不要多雨。紫菜只能生长在玄武岩上，
尤其是浪去能露出海面，浪来又没入海里的岩石。在这些条件的配合之下，才能长到15到20公分长。张宪聪冬季要到这儿来4、5趟，就是要确认紫菜在未成熟之前，没有任何人来这儿偷采。从农历9月初开始，今年最好了。一个会采的哈，30斤的，这个30斤的。采收紫菜的时间一定在风平浪静的一天，因为事关全村村民的性命安全，这一天是由老天爷决定的。等待是现在所有人唯一能做的事情，等待紫菜长得肥美，等待东北季风转弱，等待突然有一天风平浪静，等待张宪聪的通知，等待隆德宫的广播突然响起，等待老天爷的批准。各位村民大家好，明仔载8点要晚煮菜，请各位明仔载8点到关公码头。各位村民大家好，明仔载8点要晚煮菜，请各位准时到关公码头，准备出发，谢谢各位。采紫菜的传统有一套行之100年的制度。采紫菜权的分配是以户为单位，每户有20岁到36岁之间的男丁就有采收权，可以派代表参与。家中只有小孩就给予幼丁份，对村庄有特别贡献的就给贡献份，充满了人情味。大家都带背章，以资识别，秩序井然。每一个人要缴800元来支付租船费与保险费，这样也避免大家滥用自己的权利。村民700人分乘8艘船，安全抵达之后会先集合，等待张宪聪的电话通知。来，这款老人打我遐阵迄啊，剩啊只会慢去啊。大家来到岸边，到预先摆在地上的蓝绳子后面就位，等待张宪聪最后的一个号令。姑婆屿的采紫菜是台湾硕果仅存的集村采集活动，这项传统没有因为时空的变迁而有所改变。赤坎村民坚守着公平分配、严禁滥采、顺应自然的传统，跟先民所建立的制度。姑婆采紫菜就是用最自然的能力采多少就算多少。采集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任何的工具，刀啦、汤匙啦或是铁片去刮，
它是一种保护。我们如果要都能够吃到紫菜哦，势必一定要永远的保护我们这个美好的制度。集村的活动发扬了我们互助、合作、共享这样的一个精神，所以要好好的把我们这个制度哦继续再传承下去，不要让它断了，也不要被这个商业化的世界所改变。所以，我们赤坎人应该要引以为傲。我也是一半的赤坎人。大红说，抓30斤。20斤，很开心。在等待了2个月之后的元宵节，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的今天，2个小时退潮的空档，集村采集活动顺利地完成了。母亲是赤坎人的张永杰，将要用妈妈的食谱做一锅紫菜汤犒赏自己。颜色开始变了哈。这些采紫菜的人，在这种寒霜的天候里面，要顶着北风，在浪的边缘去获取那一点点紫菜，它真的是非常珍贵。大自然给我们一个很珍贵的赐予，然后在这个季节，好好的去喝一碗汤，来消解我们1年来的工作的辛苦，然后继续为对人类有益处的事情继续努力，而不是不断的去消费这个环境。而且要大口大口的，这一口包含了整个大自然、整个海潮、整个四季循环，就是那么微妙。农历年前，张永杰替自己的大门换上新的春联，他亲笔写下对自己以及对人类的期许。